你们就是亲王找来的什么江湖杀手榜的杀手，竟是这般无能。本以为今日只需旁观一下，却没想到真要出剑了。不是说放过我们？这位公公，身穿一身官服就来杀人，未免太嚣张了吧？那又如何？反正见到我的人，都活不过今天。我与李先生同朝为官10余年，虽然见得不多，可是每次相见吧，我都印象深刻。你很像，但你不是。哎呦，这句话我怎么听得有点感动呢？哎，卓琴，你是不是觉得光凭一个陈如加上我一个冒牌货，打不过你们师徒二人啊？试试。看来你是真的笃定我不是李长生了。不过，不得不说，你猜对了，我的确不是他，因为我戴了一副人皮面具。果然，你不是他。没错，我不是他。我叫南风春水，是一个年轻的读书人。难道你就没有想过，一个假扮李长生的人，可能比李长生更厉害吗？慢着，学堂之地，禁江湖武斗。行吧，那就听你的。谁让你才是这里的院剑呢？这就是什么江湖杀手榜的第4？本王花了这么多钱养你们，一帮废物！废物！殿下，请殿下不必动怒。如果他们管用，那大剑为何还派我2人来此呢？李东君，你的剑法确实比我想象中要高。我真的很讨厌杀人，但今天我却很想让你死。狂妄！大内之中，我的剑可排前10。燕雀，你说什么？前10又如何？更何况还是区区大内。天启城有多大，北离有多大，全天下又有多大？面对真正的天下高手，还不是被单手锤杀？我只看这天下，所以我说你燕雀。那你如今能在这天下排第几？前100。你耍我？很快，全天下的人都会知道我9仙百里东君的名号。那也得看看你有没有以后。2位大人，这么着急，是要去哪儿啊？
好剑法，太监，你这一手剑法，当真令我刮目相看。你父亲百里成风，号称杀人不过10剑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还知道我父亲？快剑成风，夺命10剑，他的剑只在一个快字，若10剑之后他还未胜，那么他的对手也就不会再惧怕他了，因为此时对手已经完全看穿了他的剑法，所谓瞬剑杀人也就不存在了。你用瞬杀剑法与我对招，可有算过方才我们一共对了几剑？不多不少，11剑。公公是说我已经输了？那就很抱歉了，我不会让你出到第13剑。我私自练了一门功法，连我师傅都不知道。你很荣幸，此前将能见识他的厉害。天下第一李先生所传，双手刀剑术。袖剑19式，虎虎断山刀。就算把这2件废物功法结合在一起，又能怎样？就你，还想杀我？凭着袖剑19式吗？下雨了，认命了吗？你错了，这不是袖剑19式。左手刀，刀名尽铅华，刀谱黄粱醉梦；右手剑，剑名不染尘。剑谱，西楚剑歌。你看。连老天都要帮我，所以你现在明白，为何我看的是天下了吗？我可是9仙，百里东君。
虽然是2个人，但却是很厉害的2个人。那废物也能找来这么厉害的帮手吗？秦王，你不是想找我吗？小公子年少有为，武功高深，在下佩服。但今日就到这了吗？锦仙，想走？问我吗？锦仙仍有余力，拼死一搏尚可未知。小公子再强，恐怕也没有把握敌过我们2人联手吧。与其鱼死网破，不如各退一步。下次见面，可还是拔刀相见？但愿不是。谁？你是谁？在下南宫春水，慕名来见新剑传人一面，还有他的女儿。你见我女儿做什么？实不相瞒，我与你女儿已经达成了约定，现在她是我的徒弟了。满口胡言！我说的是真的，怎么不信我呢？娘亲，韩一，快回去！韩一，许久不见了。李爷爷，李爷爷，你怎么变年轻了？叫什么李爷爷？叫师傅。这。有负师父所托，我败了。锦轩愿意受罚，请师父降罪。锦仙也愿意受罚。不用了。百里东军，死人以后不用管了。陛下那边我自会去解释。回去疗伤吧。这一次，是我算错了，你们不必自责。江湖如坦荡，忽然出现一道光。彭宇，真是场好夜。
千里迢迢帮他这一趟，不见见？不了，我现在是朝廷侵犯，朕想好的是刚刚平息，还是不要给他多受事端了。待时机成熟，我们定会再见的。瑶儿，师傅，还有二师兄的女儿，你怎么偷偷回来了？若不是先生回来了，谁来帮你解决那个最大的难题啊？哎呀，你还真是慢呀！该走了。可我爷爷，你爷爷他一早就回了黔东城。啊？先生在解决了卓秦大剑后，先回了趟行馆。侯爷得知你无碍后，便在破风军的护卫下离城而去了。你放心吧。放心吧。该回雪月城了，你可别忘了，你现在可是一城之主哦。那长风呢？他不也是城主吗？他呀，他有别的事情要做。这天启城的事情，到现在也该了了。回雪月城，不问朝堂事，只做江湖客，如何？那自然是好。你们家是世袭罔替，以后你可是能做侯爷的。这侯爷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说不做就不做了。我本就不愿打仗，此番是为了爷爷而来。既然此事已了，好，我们回江湖。好，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10年灯。那我们就回江湖。走。国师啊，孤的这番谋划，可是有些志气啊。陛下的谋划不能说是志气，都是为了背离。只不过陛下的眼光看的，终究只有这几十年，而李长生看的却是几百年吧。李先生应当就是贝利的护国人。无论是他培养出琅琊王这样的绝世之才，还是将百里东军收作弟子，都是他的护国谋划呀。世上真有人能活几百年吗？吾等秘法之家，确实有地仙之流。可活过100年已是不易，能活几百年，必是付出了常人难以接受的代价，自然也要接受常人难以承受的责任。姑明白了。雪月城弟子司空长风，前来挑战羌王刘孝臣。雪月城弟子司空长风，前来挑战羌王刘孝臣。
你便是枪王刘孝臣？你想问我的枪？请赐教。哎，师傅，你还没告诉我呢，你带二师兄的女儿出来做什么？来，重新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你的二师妹。我南宫春水这一世啊，只收3个弟子。哦，难怪长风是雪月城的3城主啊，2城主在这儿呢。大师兄，真乖，真乖。那这位呢，就是你的大师嫂。别理他，我叫月瑶。月瑶姐姐。哎，天杀的小肉蜂！你说他还是不是我小师弟啊？哦，不对，现在还多了一个小东巴，那也还是我的2小师弟吧？我是谁？我是师兄啊！使唤师兄去追一个逃得轻的小娘子，拜托，衙门都不管这事儿，好吧？还有叶鼎之，他可是我最崇拜的叶羽将军的儿子，我能抓着他吗？什么破事儿都让我干，不干了，大不了不做那狗屁将军了吗？要不还是回家跟老祖宗认个错吧。我现在怎么突然觉得这货是我的2师兄，有点丢人呢？雷二，2师兄，小东巴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韩毅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离家那么远。你谁啊？是你大爷。嘿，还真的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！我这短短几日不在天启城，就你这小小少年也敢对我喷粪？我稷下学堂2师兄李先生的亲传弟子卓墨公子雷木沙，我呸！还睡啊？别睡了，今年的5榜要颁了，你期待自己的名字在哪儿？瑶儿，我已经连续3年入良玉榜首甲了。算上季若风可以给我吹的那2年，一共5年了。今年怎么也该冠绝了吧？冠绝？吹牛。我离开乾东城前往天启的时候，这天下间也没人会想到我能入良玉榜吧？旁的不说，就连我爹娘都不信。所以说，这世间上的事儿，本就只怕不敢想。更何况，我还有一个口气比天还大的师傅。我这个做徒弟的呢，不过是想与山比比肩罢了，很正常嘛。瑶儿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甚至是觉得天下第一，他就在那儿等着我，不是我在寻他，而是他在等着我。以前这种话，你只有在酒后才说得出来。几年游历，天下广阔，酒在我心中了。冠绝第3甲，整个雪月城都在找你欢呼庆祝，你居然在这里躲闲。那师妹你呢？良玉榜第6甲。那首甲呢？良玉榜首甲，望城山赵玉珍。二师兄，
我跟谁都没打过，我怎么就成第一了？从最年轻的良玉榜入榜者，成了最年轻的良玉榜榜首啊！望城山，赵玉珍。你看起来很不服气的样子，你想怎么做？我在想，得找个机会，问一问他的剑。哎，文君，文君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是不是这个小家伙又欺负你了？忽然想吃东西。是你想吃，还是他想吃？小家伙，以后就算肚子饿了，不能提你娘亲的肚子，听到没？夫君，哎，夫君，这是我新给你绣的荷包，好看吗？娘子的绣工越发的好了，比你小时候送我那个要精美上不少呢。文君，你怎么起来了？云哥，怎么了吗？没事。
有只黄鼠狼过去了。叶景熙，给我进！叶景熙，给我进！你先休息一下，我去给你们做碗面。